我们是否孤独地存在于宇宙中，或者是否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智慧生命？高等文明是在躲着我们，还是正在准备发动攻击？如果解锁宇宙的秘密就在硅基生命的存在中，那又该怎么办呢？让我们一起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从星际旅行的可能性和挑战，到迷惑我们对宇宙理解的悖论。这个视频将带你进入未知的难忘冒险。想要寻找地外生命，光守株待兔可不行，我们还得试着踏出地球。你准备好探索地球之外的世界了吗？探索太阳系以外的梦想，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但星际旅行只是一个遥远的幻想，还是我们真的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个目标？马斯克想在不久的将来移民火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由于近年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这个梦想。新推进系统的发展、材料科学的进步以及我们对宇宙论的理解，使我们更接近于开发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来进行星际任务。然而，这个宏伟的目标也面临着艰难的挑战。星际之间的巨大距离和外层空间潜藏的大量威胁，为我们的星际旅行筑起了高墙。我们保持乐观态度的话，这个梦想在我们有生之年并非一定不会实现，可能性是无限的，回报也是非凡的。星际旅行的困难任务主要是由恒星之间的广袤空间所定义的。我们最近的邻居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我们只有 4.2 光年，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以当前宇宙中最大的速度旅行，即光速，旅程也需要超过4年。尽管技术上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星际旅行的可能性，但要实现这个速度，我想几十年间是不可能的。即使使用目前可用的最先进的推进技术，如核离子推进，太空船也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达到最近的恒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是开发新的引擎技术，以实现更高的速度。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比如使用反物质、热核聚变，甚至是利用黑洞的力量等等这些概念。核聚变是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能量来源，它涉及将2个氢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的过程，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尽管核聚变技术在地球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有潜力成为一种几乎无限的能量来源，并可以用于推动航天器发动机。然而，这些技术仍然仅仅是理论上的，无法确定它们是否能够在实践中实现，或者能够保证足够的使用安全。星际旅行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燃料的数量和能量，而且这个消耗量达到了天文级别。传统的火箭推进技术依赖于大量的燃料，以将航天器推送到光速的一小部分速度。例如，帕克太阳探测器是人类建造的最快航天器，也只能达到每秒 119.4 英里的速度，而这只是光速的 0.064%。为了在人类寿命内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半人马座，我们至少要达到光速 10% 的速度。恰巧悖论也由此产生。为了增加航天器的速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燃料，燃料一多，船的重量也会增加，那么速度自然也会降低。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要想彻底改变，除非我们能利用拥有强大能量的物质。目前，核动力或离子推进引擎是先进的推进技术，其燃料消耗转化率要高得多，但它们仍需要大量的燃料来产生所需的动力。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全新的推进技术，以利用空间中可利用的能量来源。例如，科学家正在探索使用太阳能帆板，这种技术利用太阳的光压力推动航天器飞行，不需要任何燃料。另一个选择是磁帆，利用太阳风中的高能粒子来推动航天器飞行。这些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如果成功的话，或许它们将开启我们探索星际空间的新篇章。反物质推进是另一种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它可以使航天器在消耗更少的燃料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速度。反物质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具有与常规物质相同的质量，但电荷相反。当物质和反物质接触时，它们会相互湮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理论计算表明，一个运用反物质的航天器有可能达到光速 90% 的速度，这意味着该飞船可以在仅仅4-5年的时间内抵达半人马座的比邻星。
科学家们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反物质实验。最早的实验之一是创建反质子，它是质子的反物质等价物。最早的反质子是在1955年的由加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一组科学家生成的，但反物质非常昂贵且难以生产，用它作为推进技术的技术仍然处于实验阶段。此外，反物质非常不稳定且难以储存，其粒子不能像传统物质那样储存，因为它们会很快接触到物质并相互破坏，必须开发专门的磁场来捕获反物质。在我看来，没有达到3级文明之前，想利用反物质几乎很难实现。我前面有讲到宇宙的文明等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主页查看。所以第一项挑战就是能量的来源及使用，开发全新的推进技术，或利用太空中可用的能源，肯定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必要步骤。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一旦我们找到了足够快速的旅行方式，但别慌，我们仍然还不能进行星际旅行，因为我们需要确定目标的航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导航。这也是为什么指南针出来后才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在无尽深空的宇宙中，就像在地球的大海上，不知道位置和方向，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解决了导航和通讯的问题，那么就会迎来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通讯延迟问题。恒星之间的巨大距离使实时通信变得困难且不可能。此外，来自地球的信号会受到干扰、噪音或完全丢失，从而使数据采集更加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宇宙飞船需要先进的通信和导航系统，能够处理星际旅行的独特需求。其中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一组星际卫星，可以在地球和宇宙飞船之间传递信息，确保更快速、更可靠的通讯。不过，这个方法在距离过大的时候就基本没用了，要不然那不得满宇宙的通讯卫星。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使用量子通讯技术，该技术利用纠缠态的量子粒子在长距离上瞬间传递信息。这项技术能够革命性地改变星际通信，实现即时传输数据，而不会受到任何延迟或干扰。还有一个选择是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帮助飞船在星际之间航行，并根据需求调整航向，即使没有人类的参与。精准的导航对于成功的星际旅行至关重要，即使微小的偏差也会使飞船偏离航线数百万英里。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艘星际飞船必备极其精确的导航系统。我们都知道，导航系统必须有一个好的参照点，才能让自己的位置更精确。那么，宇宙中这个参照物什么比较合适呢？有朋友肯定想的是恒星，不过还有个理想的选择，它就是脉冲星。脉冲星是高度磁化的旋转中子星，从其基点发出电磁辐射素，就像宇宙信标一样。当脉冲星旋转时，它发出的辐射素穿过空间，创建所谓的动量，使得脉冲星极其可靠和可预测。还有就是用引力助推轨迹，例如新视野号宇宙飞船就是依赖于木星的引力力量来指导宇宙飞船打到冥王星的。然而，与任何复杂系统一样，硬件的故障风险始终存在。如果没有人类实施干预及维修，这些故障可能会导致飞船毁灭。准确可靠的通讯和导航系统使我们实行星际任务成为可能。但无论飞船的配备如何，当它飞向遥远的星星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仍然是船上的人员。在星际旅行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为船员提供足够的资源，在旅途中生存下来。其中包括要开发生命支持系统，以提供足够的食物、水和氧气。不过，我们当前的资源储存技术对于真正长途旅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来在长途旅行中维持生命。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是开发再生生命支持系统，可以回收废物并将其转化为所需的资源。此外，必须确保成员的身心健康，像长时间失重和辐射暴露的影响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问题，就我们现在的医学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人类长时间保持失重状态而不影响身体健康。长时间接触失重环境会导致肌肉萎缩、骨密度下降和其他身体变化。通常大家看的科幻片都有宇航员锻炼的项目，可以说很多导演在细节方面做的是相当的到位。为了抵消零重力的负面影响，飞船就必须有人工重力。一种方法是维持航天器的不断旋转，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可以模仿重力作用，使机组人员的身体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刺激。辐射的问题就很明显，
躲都躲不掉的东西。太空中有无数的放射性排放物，在地球我们有强大的磁场保护，出了地球，人类就会暴露在高水平的电离辐射中，包括宇宙射线和太阳耀斑。辐射会损伤人体细胞，会让人体的各个系统功能受损。免疫系统只要有问题，那么各种健康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严重会致癌。而且接触宇宙辐射会对 DNA 造成基因损伤，这些损伤还有遗传可能。所以星际飞船必须要拥有防辐射功能，这种屏蔽还必须足够强大，以阻挡有害辐射，同时又不会明显增加飞船的重量，而且它必须适应飞船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所有类型的辐射。目前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就是人工磁场，还有就是防辐射材料。宇宙中除了辐射外，另一种危险就是太空碎片和小行星。小行星和彗星对宇宙的飞船威胁不可谓不大，因为它们很难被探测和避开。在太空中，即使是一件小物品，也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力。那么先进的传感器和避障系统就会起到巨大作用。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飞船外的甲板一定要牢实坚固。飞船内的材料也需要有吸收辐射和阻挡碎片的功能，全方位的保证飞船和船员的安全。不过，我们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以现在的冶炼技术，物质的坚固程度是有上限的，想要达到更有效的保护，只有通过叠加材料来实现，那么这就会增加飞船的重量。虽然安全技术和探测系统在最近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并没有达到质变。同时，还需要开发先进的食物种植和制氧系统，加上废物再利用，形成一个维生循环系统，这可大大降低资源的消耗。我们看到很多科幻电影，一般飞船在宇宙中航行时，大部分成员都是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这么做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消耗，主要的是为了不让生命在漫长的路途中消耗掉。星际航行基本都是以年为单位，人的寿命哪经得住这么耗的？这也是人类科学家正在探索的暂停动法或冬眠技术。无论如何，星际旅行这个雄心而伟大的目标，将需要大量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持续的投资和合作。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挑战，星际旅行将开辟全新的领域，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探索。因此，它需要全球政府和私人实体的大量资源投资。星际旅行的成本将包括新推进系统、生命支持系统、导航和通讯技术、辐射和星际危险防护等的研究和开发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成本可能会令人望而却步，利益冲突或投资者的分歧可能会引起争议并阻碍进展，这些都是限制星际研究和开发的阻碍。因此，星际旅行需要全球人类的共同合作和承诺。我想，这在短短几十年也是很难实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太空采矿技术来抵消成本，从小行星和其他天体中提取有价值的资源来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先进的太空制造和 3D 打印技术可以让我们直接在外层空间建造宇宙飞船，从而降低飞船从地球发射的成本。现在，人类对于星际飞船其实有一个概念的，就是代际飞船，通常被称为星际方舟，它能解决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宇宙飞船，它并不是在最初船员的寿命内达到目的地，而是他们在太空中出生并度过整个生命，导致数代船员的可能，也可以说是能在宇宙中移动的人类方舟。不过，这个概念也有缺陷，比如宇航员招募、能源管理、分配资源，以及在长时间内维持社会凝聚力等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典型的权衡利弊困境，这是决策制定中常见的困境。当一个人必须在期望更多可取的结果和承担更多代价之间做出选择时，就会出现这种困境。对于星际旅行来说，我们需要承担巨大的代价，并面对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不去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将永远无法到达其他星系，接触到其他文明，或者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常见的决策困境，叫做权衡轻重。当一个人需要在期望一个更理想的结果和立即采取行动来达到一个不太理想但可以接受的结果之间做出选择时，这种困境就会出现。有点绕口哈，我来打个比方。例如，当我们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走路或是打的的话，是不是已经到了？就是说，我们等待时间可能会超过以其他方式到达目的所需的时间，比如步行。在星际旅行中，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
是现在就发射星际飞船，还是等待新技术的出现，让新的飞船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如果新飞船的速度超过了第一批船只，那么第一批船只的船员做出毫无意义的牺牲是否公平？这是一个伦理上的两难境地，就好比电车难题。想象一下，你自己是另一个星系中的开拓者船员，当你在太空中度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候，突然一艘更新更快的飞船从你身边一闪而过，请问你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或许不知道还可能好受一点，但这种情况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这个困境引发了关于人类生命价值、太空探索责任和我们决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的深刻问题。等待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带来更快、更有效的旅行方式，但同时也意味着第一批成员很大概率会受苦，或遭遇未来世代不必面对的危险，甚至说毫无意义的。相反，现在就发射宇宙飞船就会被视为对第一批成员的不公，因为他们的意义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社会对进步重要性的认识。正是这些理论困境引发了关于宇宙探索的许多讨论和辩论。我们需要仔细权衡和考虑这些问题，以制定出最具益处和最符合理论标准的决策，从而确保我们的未来是可持续和可预测的。在探索广袤神秘的宇宙中，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逻辑这一强大的工具，即使是使用最严谨的方法和最先进的技术，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矛盾将会挑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些悖论不仅仅是哲学思辨，它们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有着实际的影响。它们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假设，比如晚上黑暗的天空，我们被无数闪烁的星星所包围，但天空却依然是黑暗的。比如遗忘了必然性，太阳系、地球和我们最终都会消失在宇宙的深处，永远消失在时间和空间的广袤之中。这个悖论是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结果中产生的。这些结果表明，宇宙背景辐射在所有方向上的温度几乎是相同的，即使在距离过远无法相互影响的两个区域之间也是如此。这似乎暗示着宇宙在大爆炸之前曾经经历过一种加速膨胀的过程，这使得所有部分都能相互作用并产生一个均匀的初始状态。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大爆炸之前，如何才能使这些相隔如此遥远的部分达到热平衡并产生一个均匀的初始状态呢？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在整个宇宙中几乎是均匀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问题。世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处于热密状态的遗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一种几乎完美的黑体辐射，其特点是在所有方向上的温度都非常均匀，约为 2.7 开尔文。但如果宇宙以当前的速度继续膨胀，那么扩张的宇宙区域达到热平衡是需要时间的，温度肯定会有差异。这个悖论表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不必在整个宇宙中相同。世界问题已经困扰了宇宙学家数十年，有人提出这里面存在因果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即在大爆炸之前存在着一个相对静态的时期，被称为暴胀前期，这时宇宙中的所有区域都处于热平衡状态，因此在大爆炸期间，这些区域都以相似的温度开始膨胀。这意味着当这些区域在宇宙中扩散到距离我们这么远的地方时，它们仍然保持着相同的温度。因果关系是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每个事件都由其前因决定其后果。早期宇宙处于平衡状态，更加密集和炙热，一剂辐射的光子处于随意接触的状态，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作用并达到热平衡。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结合光子的量子效应就很好理解了。对于光子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相较人类来说，不管哪方面去除时间这个量都会变得怪怪的。还有就是宇宙变体的概念，这个想法的要点是宇宙比我们观测到的要大得多，温度波动只是相对于宇宙平均温度的统计偏差。总的来说，世界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都无法完美的解决问题。天空中的星星所散发出光的颜色，即它们的频率或波长。根据物理学，光的频率和波长与光源的温度有关。高温下的光源会辐射出更多的高能光，低温下的光源则辐射出更多的低能光。
根据星星表面的温度和化学成分，我们可以预测它们发出的光的频率和波长的分布。然而，当我们通过望远镜观察时，会发现大多数光的波长比我们预期的更长，就是说它们的颜色比预期的更红。这意味着星星表面的温度应该比我们观察到的更低。然而，由于星星的表面温度与它们的光谱特性是明确的关系，因此我们了解这些星星表面的温度应该是正确的。这个矛盾就是奥伯斯悖论，是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威廉·马特乌斯·奥伯斯所命名的，也称为红移悖论。这已经困扰着天文学家几个世纪了。这个悖论出现的矛盾在于，假设宇宙是真正的无限和永恒的，恒星在外层空间内均匀分布，那么无论我们朝哪个方向看去，我们都应该只看到一颗恒星。不论这些恒星多么遥远，它们的光线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星球。按照这个逻辑，对于地球上的生物来说，天空应该是像太阳表面一样明亮的刺眼。但事实却相反，夜空仍然是黑暗的。这个谜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人们也提出了几个可能性：一是说宇宙不是均匀和各项同性的，这意味着恒星在空间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这可能是由于宇宙某些存在结构的尺度太大，如星系团和虚空会在夜空中产生暗斑。而我们之前也讲过，宇宙确实不是均匀分布的，这个说法还是有依据的。此外，来自遥远恒星的光线
但实际上并没有观测到磁单极子的存在。磁单极子是一种假想的粒子，只有一个磁极，而所有已知的磁铁都有着南极和北极。在像大统一理论这样的理论中预测了这些假想粒子的存在。然而，尽管磁单极子具有难以捉摸的特性，许多理论试图解释它们为何会缺失。磁单极子缺失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它们的不稳定性，导致它们衰变成其他粒子，使它们在现代宇宙中难以被检测到。另一个理论认为，在早期宇宙的超对称性转换期间创造了磁单极子，但它们现在太稀有了，我们无法观测到它们。这个理论认为，在早期宇宙中，物理定律的对称性与现在不同，在一个相变过程中，这些对称性被打破了，就像水在结冰时从液体变为固体。在这个相变过程中，由于对称性的破缺，磁单极子应该会出现。桑博论指的是观察到宇宙是有序的，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符。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任何孤立系统的熵都会增加，导致系统趋向于更加混乱无序的状态。然而在宇宙中存在着明显的有序结构，比如恒星、星系和星系团。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在经历了数十亿年的演变后仍然保持着有序结构，而不是演化为更加混沌的状态呢？这是桑博论的核心问题。桑博论的本质在于，尽管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既熵或者说无序必须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加，但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是有序和结构化的。那么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将其描述为对系统内部随机性和混沌性的度量，即一种无序的定量表示。地上的破蛋比台子上完整的蛋具有更高的熵，一勺冷奶油的熵要比一锅开水的熵低，一堆杂乱无章的衣服的熵比抽屉里整洁有序的服装的熵要高。这表明这个宇宙在大爆炸时期具有高度的均匀性和各项同性，而且我们观察到宇宙中物质的分布也是非常均匀的，这被称为宇宙学原理。它表明宇宙的结构是均匀的和同构的，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和中心点。此外，一些研究也表明，宇宙中的结构是由引力所形成的，这也为宇宙学原理提供了支持。尽管存在这样的宇宙学原理，但宇宙的局部结构仍然非常丰富和多样化，这也是科学家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种猜想是将熵视为时间的箭头，时间箭头是指时间有一个方向，从过去向未来移动。这个概念表明，虽然在封闭系统中熵会增加，但在像宇宙这样的开放系统中却不会一定发生这种情况。另一个猜想是所谓的涌现理论，他认为宏观结构和次序可以自发出现，即使在微观层面熵仍在增加。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熵在小尺度上增加，但它可以在大尺度上导致次序。最后，一些科学家认为桑博论的答案可能源自宇宙的膨胀，宇宙的膨胀增加了可观宇宙的体积，从而降低了系统的熵。这意味着尽管局部熵增加，但由于宇宙的膨胀，整个宇宙的总熵可以保持不变或甚至减少。信息悖论也称黑洞信息悖论或霍金悖论，它是一个物理学问题，指的是当物质探索到黑洞内部时，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会消失。因此，根据量子力学原理，信息似乎会被永久性的摧毁。然而，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信息是永久存在的，所以就形成了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很多关于信息保存定律、黑洞物理学和量子重力的讨论和研究。在这个悖论中，信息是指描述物理系统状态的量子参数，这些参数包含了完全定义系统状态所需的所有信息，它们在量子力学原理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个悖论表明黑洞会吸收信息，从而不可逆地破坏它。量子力学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信息都是守恒的，这意味着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摧毁。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悖论的产生方式。黑洞信息悖论涉及到两个最为重要的物理学理论，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理论的规律保持不变，并且相互之间没有影响，但只有在霍金辐射开始发挥作用之前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信息悖论最初是由史蒂芬·霍金在1970年代提出的。他提出黑洞会发射出缺乏任何与进入黑洞的物质相关信息的热辐射。又有人提出黑洞互补性这一说法，它表明被吸入黑洞内的信息实际上并没有丢失，而是在被编码在黑洞的世界上。
这种编码方式既符合量子力学，又符合广义相对论。这种理论认为，黑洞内部和外部是不同的，所以从外部观测到的信息和从内部观测到的信息是不同的，但它们相互补充，以便符合宇宙中信息不会丢失的基本原则。不过，这个理论仍然存在争议，并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来证明其有效性。为了表示黑洞的互补性，重要的是要考虑来自两个不同视角的同一物理过程。从黑洞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进入黑洞的信息似乎永远丢失，因为它被拉向其中心的起点。然而，黑洞内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些信息以与量子力学一致的方式编码在世界上。理解黑洞互补性的关键是要认识到黑洞的事件是时空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在边界的一侧，不变相对论的定律适用，在另一侧，量子力学的定律适用。进入黑洞的信息以一种符合这两种定律的方式编码在世界上，从而提供了解决信息悖论的可能性。另一个解决方案是火墙悖论，他认为信息并没有丢失，而是存储在黑洞周围高能粒子的火墙中。尽管这些猜想理论，信息悖论仍然是理论物理学中最困难和重要的未解之谜之一。它对于我们理解黑洞的本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原则，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信息如何在自然界中得到保留的理解至关重要。宇宙的终极命运，暗物质和暗能量悖论，也被称为本特利悖论，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问题。它源于银河系和其他宇宙大尺度结构的观测行为与宇宙标准模型的预测之间存在的差异。支持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的一个关键证据是这些神秘物质的引力效应被观测到。标准宇宙学模型是基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是所观测到的星系旋转曲线和星系团的大尺度结构的引力效应必须比实际情况要弱得多。这种差异被称为引力悖论，它促使科学家提出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假设，以弥补这些引力效应。暗物质估计占宇宙约 27%， 并且根据它对可见物质的引力影响而存在。它不与光或其他形式的电磁辐射相互作用，这使得直接检测它变得困难。科学家提出了各种担任暗物质角色的候选者，包括弱相互作用的重离子和轴子。但是，尽管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它们都没有被确定地探测到。科学家们相信，暗能量占可观宇宙约 68%， 并负责宇宙膨胀加速，其存在是基于观测所推测的。但暗能量的性质并不完全清楚。对于暗能量最普遍的解释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常数，它是一种均匀分布在整个宇宙中的能量形式。然而，这种解释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宇宙常数问题和巧合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宇宙常数的观测值远远低于理论预测，而且它的数量级与暗物质密度相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宇宙学标准模型是 LambdaCDM 模型，其中就有暗物质的概念。现代宇宙学标准模型的存在和巨大成功确实可以解释许多观测数据，并且支持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的理论。然而，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未解之谜，特别是有关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性质和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为宾利悖论。科学家提出许多理论来解释它们的性质，但没有一个被证实是准确的。而且能够帮助解释暗物质和暗能量本质的新粒子和新现象，将会是我们理解宇宙的重大突破。这些在探索宇宙和它的支配定律时产生的悖论并不是障碍，而是我们成长和发展的机遇。它们代表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推动我们对新理论和解释的边界，并点燃了宇宙学领域进一步研究的火花。每解决一个悖论，都是向着不仅解决特定问题，而且向着我们对我们宇宙复杂性的整体理解的程度。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可能曾经都想过，在宇宙中我们是否独自一人。在我们自己的或其他遥远的星系中，有许多行星围绕着众多恒星运转。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外星生命的痕迹呢？如果高级外星生命形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们只是躲起来不出现怎么办呢？根据暗灵理论，太阳系外部的先进文明可能已经蓬勃发展，他们没有打算与我们联系，因为他们要么担心来自其他文明的攻击，要么确实在准备攻击我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黑暗森林理论，以及为什么我们可能应该担心自己被宇宙中的某个人听到。黑暗森林假说的提出者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理论，也不基于任何具体证据。2008年，刘慈欣出版了他成功的小说《黑暗森林》。这本书最初概述了暗灵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在宇宙尺度上，每个文明都在寻求获取其持续生存所需的资源，因此任何外星生命都会隐藏起来，以避免被另一个文明摧毁。在小说中，作者将文明比作森林中只有猎人的生态系统，生存对于每一个文明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个理论也被称为黑暗森林假设。在这个假设中，文明就像一个个偷猎的猎人，悄无声息地前行，害怕被其他猎人发现，同时也可能攻击其他猎人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如果一个猎人发现了另一个猎人，攻击对方比被对方攻击更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出黑暗森林假设的几个想法。首先，假设外星文明存在，但他们处于隐藏状态，因为有被其他文明攻击并失去所获取资源的风险。在黑暗森林假设的构架下，以生存为基础的每个文明都被称为怀疑链。这种现象是由于不足的沟通所导致的，进而导致相互不信任。第二个想法，一个文明如果通过积极传输，例如无线电信号等方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就可能会被其他文明抓获或摧毁，以获取资源。第三个概念是，在这种系统中，团结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每个文明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扩张来生存。然而，如果条款对于两个文明都有利，条约是有可能的。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刘慈欣的假设中，这些猎人类比拥有高度技术发展的文明，因此，如果某个文明没有足够的发展水平在太空中广播自己，它将要么被忽略，要么成为易被捕猎的目标。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假设的前提下。不过，根据确定性理论，只要存在可能的机遇，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尺度之下，它必然会出现。我的一个观点是，基于目前人类的文明等级，以当前的视角去推测高等文明的想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个假设是基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资源问题上的，那么我们就一定确定宇宙其他高等文明就没有办法利用反物质、暗能量或者其他更高级的能量呢？就比如一个3级文明，它会在意一个地球文明吗？或者它缺少一个恒星的能源吗？那么一个3级文明又能以更高等级的文明看待资源或者存在问题吗？而我们也知道，要想达到星际旅行，文明程度至少要达到3级以上。而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高等级文明，我认为他们对于生命的观点是包含且多元的。一个单一且暴虐的文明根本无法进入较高的层次。从我们地球的历史上，事实已经足够说明了这一点。在1950年，著名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在与同事讨论飞碟现象时，意外地问道：“大家都在哪里呢？”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直接造成了一个非常困惑的悖论的出现。这就是费米悖论。它是指我们的银河系在人类诞生之前600万年就形成了，那么就有可能存在其他文明，这些文明比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更古老，因此银河系应该充满了文明，他们可以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以及穿越银河系来接收我们的信号。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外星活动的迹象。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访问地球或接近我们的星球呢？1961年，著名的德雷克方程式被推导出来，以确定我们的银河系内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数量，但我们无法使用它来了解为什么外星生物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痕迹。因此，目前费米悖论只有理论上的解释。此外，根据物理学教授亚当·弗兰克的说法，地球人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的概率非常小，仅为10亿万亿分之一，也就是10的22次方。弗兰克教授认为，我们的进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有可能在我们之前就出现，甚至比我们早很多，有超过70种假设性，其中之一就是暗灵理论。当然，由于我们目前的技术限制，我们无法验证暗灵理论的准确性。不过，刘慈欣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仍然没有接收到任何外星信号，或发现其他行星上的明显生命迹象？
尽管这个假设提供了明确的观点，它仍然存在一些不准确之处。例如，如果存在其他文明，而由于不同的起源时间，它们在发展水平上必须与我们有所不同。就像空我所指出的那样，以下是黑暗森林假设的3个假设：一、以文明的存亡为优先考虑。基于拓扑学假设，外星文明认为宇宙是一个暗森林，处处潜伏着潜在的威胁，因此他们会将自己隐藏在暗处，保持安静，以免被探测到。在这个假设下，宇宙中所有的文明都被看作是潜在的威胁。二、沉默是金。由于存在潜在的威胁，文明倾向于保持沉默，不向其他文明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存在。在这个假设下，宇宙中所有的文明都保持着沉默。三、宇宙中不存在道德和信仰。在这个假设下，外星文明不会考虑道德准则或文化差异等问题，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生存。根据这个假设，外星文明可能会像地球上的殖民者一样，试图夺取其他星球的领土和资源，导致宇宙范围内的第一个文明被摧毁。这种想法与我们在地球的历史经验类似，即殖民和战争。人类征服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如19世纪欧洲殖民非洲时，主要的动机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欧洲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资源，因此非洲的殖民扩张促进了欧洲国家的发展，但非洲的土地和人口遭受了这种扩张带来的痛苦。黑暗森林假设提供了同样的殖民模式，我们仍在追求扩张的目标，以维持人类的持续生存。我们在研究系外行星和其他恒星系，并计划殖民火星，这仍是为了人类的延续而追求扩张的目标。红色星球同样富含技术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另一个文明追求相同的目标，我们可能不得不为可用于维持人类生存的土地而进行斗争，否则我们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这个结论前提条件就是黑暗森林假设的确定性。我的观点依旧认为，一个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不会在意一个不到1级文明的资源，因为就宇宙来说，我们这点资源或许连1粒沙粒都不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认为是这个假设的核心思想。当然，除了需要补充有限的资源之外，文明采取攻击性行为也可能包含其他原因。正如暗灵理论引入了一个被称为怀疑链的概念，这个概念与该假说的另一个方面密切相关，被称为技术爆炸。怀疑链的要点是，文明无法知道其他文明是善意还是敌意的，这种疑虑可能导致先发制人的攻击和自卫。据研究员指出，只有在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文明之间才会形成这种怀疑链，因为他们可以客观地评估自己和其他人的能力。因此，如果各自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则无法形成这种链。技术爆炸描述了宇宙文明迅速进入科学发展的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松获取能源和其他资源，这可能会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研究者指出，任何入侵尝试都可能伤害攻击者，因为具有类似或更高级别的发展水平的其他文明将能够探测到它，这将有助于引发怀疑链。高度先进的文明可能会开始警惕新的猎手，试图摧毁它。然而，尽管攻击其他文明和隐秘的优势明显，但也考虑了另一种情况，即善意。善意的重点是拒绝攻击其他文明，即使他们被侦测到，并可能够在黑暗森林中响应信号。这种策略非常危险，因为它又会加强链式怀疑。基于黑暗森林假说，有其他有益于地球的事件吗？让我们从游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假设地球是文明 A， 更先进的外星文明是文明 B。我们假设 B 接收到我们的无线电信号，那么 B 有3种策略：攻击、保持不被察觉，但产生怀疑，或者回应并表达可能的友好。这就是博弈论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将被认为是最有利的策略，即使 A 有能力进行反击。对于 B 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失败。A 可以发出一个信号，以传输文明 B 的星球坐标给其他文明，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 A 知晓了另一个文明 C， 文明 C 有5种状态 ：C 小于 A 小于 B，C 等于 A 小于 B，A 小于 C 小于 B，A 小于 C 等于 B，A 小于 B 小于 C。我们可以看出，不管 C 处于哪种等级 ，A 都是最弱势的。首先，一个比地球文明还落后的文明，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对方，
更别说发坐标给别人了。其次，如果对方更高等，既然我们能够发现对方，那么对方就一定能发现我们。按照黑暗森林理论，我们岂不是对方的首要目标，总比欺负必来的容易吧？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保持不被察觉。如果两个文明什么都不做，两者都不会从中受益。一方面，这将使 A 和 B 免受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还有一个选项是星际外交。如果两个文明都同意联盟，那么其中一个文明将受益，例如能够使用外星技术。其次，联盟也会受到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如果地球文明与另一个文明建立了联盟，那么他们必须花费时间和资源来维护和加强这种联盟，而这些资源可能需要用于其他方面，如地球的内部发展。另外，建立联盟需要建立信任和相互了解，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和努力，而这在文明之间是非常困难的。最后，联盟也可能会出现背叛和冲突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文明之间的长期敌对关系，甚至是灭绝。因此，尽管联盟可能是一个比攻击更好的选择，但它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我认为这些假设的前提都达到了能星际航行的能力。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即使大家都相互发现了，又有什么用吗？难道隔个几光年甚至更远的地方能相互发射导弹或激光吗？这我想笑。我们探讨了一些解决黑暗森林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发送信号的危险性。尽管我们希望能够与外星文明建立联系，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外星文明是否友好或敌对。我们不能确保我们能够控制发送到太空的信息。一些人担心发送信号可能会引起外星文明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或敌意。如果他们是敌对的，我们的行动可能会被视为挑衅和攻击，导致类似黑暗森林的情况。发送信号也可能会揭示地球的位置和一些技术信息，这可能会对我们本身造成威胁。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未来向太空发送信息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地球被征服的概率比其他任何选项都要高，我们应该警惕我们向宇宙中传播信号的行为呢？很多天体物理学家，包括史蒂芬·霍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上个世纪中叶，太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这引起了科学家对寻找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1974年，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被发送向距离地球21000光年的一个星团。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向太空发送了多个无线电信息。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认为，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黑暗森林的情节。他认为，一个拜访地球的外星文明对我们可能会有类似15世纪美洲土著居民被殖民的后果，故而他表达了这类交流必须被停止的观点。然而，包括 SETI 天体物理学家道格拉斯·巴克奇在内的其他科学家认为，害怕发送信息可能会导致地球的孤立主义。此外，巴克奇指出，外星文明有机会在地球处于发展初期时攻击我们的星球，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被外星生命听到的可能性。抵抗外部文明威胁的行动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成为暗林中的猎人。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是，在暗林中，只有最强大的存在才能够生存下来，而成为猎物的命运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一个文明如果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尽可能地隐藏自己，不与其他文明产生联系，以免成为其他文明的猎物。黑暗森林假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哪里的问题的唯一答案，还有其他可能性，包括中立的文明选择隐蔽，不与外界接触，以及友好的文明愿意与地球建立联系，并帮助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探索宇宙，寻找外星文明，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许多其他假设试图解释缺乏外星生命的迹象，例如文明之间的距离太远，或其他生命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很低。然而，我们不能排除罗汉斯的理论的可能性，但也不能证实它。或许很多观众都看过科幻电影，并想过外星人可能会长什么样子。许多人想象外星生命与我们类似，是基于碳元素的，只是存在一些物理学上的差异，而另一些人则想象他们完全不像人类。机器人三大定律的著名科幻作家艾塞克·阿西莫夫将一些形式的外星生命描述为非生命型智能体。他认为，生命形式的出现不一定局限于碳基化学反应，也可能在其他基础上出现，而这些基础可能是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由人类创造的硅基生命形式。他认为，这些非生命型智能体也可能具有高度的智能和意识，有着与生命体类似的行为和特征，同时也具有一些不同于生命体的特殊性质。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他们的智能程度高度发达，能够独立思考，做出决策和行动，与人类交互。生命基础元素碳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碳占据我们的体重约 18% 或26磅。在生物学中，碳原子是构成葡萄糖、脂肪酸和氨基酸等生命物质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一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基于碳的，但是硅基生命的存在是可能的。虽然硅元素具有某些相似的化学性质，但它不像碳一样多功能。硅元素的化学惰性较高，这意味着它不像碳一样容易与其他元素形成长链分子。此外，硅元素形成的化学键比碳键更弱，容易断裂，因此硅化合物不如碳化合物稳定。种种限制对于硅基生命的出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宇宙物理学家罗伯特·哈岑的说法，重要的化学元素必须能够积极地与其他元素形成化学键，同时不会过于反应而在这些相互作用中燃烧。此外，该元素必须形成牢固、长期的化学键，并能够储存和传递信息。碳就符合这些标准，因此它在地球上最重要的基本元素中居于优势地位。那么，碳真的是生命唯一的可能基础吗？如果它在外层空间被彻底消除了，有哪种元素可以代替碳呢？这个答案想来大家很清楚，那就是硅。硅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其核心包含其总质量约 28%。这个元素可以在沙子、紫水晶、粘土、花岗岩等物质中找到。像碳一样，硅具有广泛的应用，并且是我们生活中宝贵的元素。科学家认为，硅基生命存在的可能的另一个依据就是地球上的硅藻，它就是由硅元素组成的，从而引发了各种对硅基生命形式的猜测。那么硅在我们生物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据研究员米尔顿·温奈特称，硅很可能对地球生命的出现产生了影响。根据他的研究，来自外层空间的硅元素可能会刺激细菌的生长，即使缺乏营养物质。因此，有科学家猜测，数十亿年前在太阳系诞生期间，可能含有硅的彗星轰击了地球，导致了细菌的发展。除了硅在过去可能的优点之外，硅在植物的发展和成长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硅能够保护植物免受来自外部的物理和化学威胁，使它们更加耐受。硅在外星生命中被认为是可能的碳替代品，因为它与碳类似，具有广泛的化学特性，而且在宇宙中非常常见。硅与其他元素可形成长链，这是生命的一个必要特征。首先，这是由于它们的化学相似性。硅被放置在周期表中的原因是和碳很相似。周期表的每个化学元素都可以形成化学键，即每个原子的电子会结合在一起。硅和碳都是4阶，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与4个原子结合。因此，硅很可能能够与不同元素形成类似于碳强而持久的键。第二点是因为在2016年，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弗朗西斯·汉密尔顿·阿诺德领导的科学家团队成功地融合了完全由硅和碳组成的分子。此外，据他们的研究显示，大肠杆菌可以产生含有这种化合物的蛋白质。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硅基生命在地球之外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了回答硅能否代替碳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在生物学上什么是生命，以及其发生的标准是什么。科学家诺曼·约翰·佩斯认为，生命是生物体复制自身并发展足够克服进化障碍的能力，例如发展、成长、移动所需的器官，以便轻松地在陆地上行走。因此，这种生物体的构建基块必须能够快速适应新的条件。除了化学复杂性外，许多生态标准必须满足，才能产生我们现在所知的生命。生命需要氧气、碳、适度的温度和水。许多化合物在水中高度溶解，如盐，一个化合物的先前分离部分可以与其他元素形成新的化学键，形成随机生命的长期稳定框架。但是硅是否也可以形成生命所需的连接呢？答案是否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基于硅的生命完全不存在呢？并非如此，因为除了水之外，还有其他溶剂可以作为生命的假设起源。
科学家们推测，液氨可以作为水的替代品。不过，与其他溶剂一样，硫酸也具有其自身的毒性和局限性，可能会限制生命的发展。尽管硅可以形成化学键，但在当前所知的条件下，碳仍然是构成地球上生命最适合的元素。然而，硅不像碳那样具有多重用途和适应性，除了不能在水中形成生命外，硅在32至212华氏度的中等温度下也不会与任何物质结合，而且硅最喜欢结合的元素是氧，这进一步支持了硅基生命在地球上不太可能存在的理论。硅总是以稀氧的形式存在，基本上就是沙子，使得难以分离这两种元素。这意味着硅比碳不够多才多艺，这就是多方面兼容还是单一极致。如果硅真的能形成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必将是碳基生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的分子更加稳固，从而变得更为强大，耐受环境更广泛。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身体中的碳替换为硅，那么我们呼出的将会是沙子，而不是二氧化碳。虽然硅不太可能取代碳，但它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可用于许多应用程序，例如制造高质量的太阳能电池和电子设备。硅还可以存在于其他冷的溶剂中，例如甲烷、乙烷，它们在低温下变成液体，正如土卫六上的情况一样。然而，低温会大大减缓任何化学过程和溶解度。虽然硅能够在低温下很快地与其他元素结合，但硅化合物不会很快地溶解，因此在这种条件下，生命的出现将非常困难。寻找硅基生命的最佳途径是寻找具有高硅含量的熔岩或岩浆流的地区，这是因为在这些环境中，硅会与其他元素形成复杂的化学物，这些化合物可能会导致生命的起源。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有利于硅基生命的发展的理想环境包括几乎没有氧气和水，高于华氏428度或低于华氏32度的温度，大气压远高于地球的压力，以及像硫酸或甲烷这样的溶剂。太阳系中的一些行星符合其中一些或几乎所有的标准，例如土星的最大卫星泰坦和可能的金星。泰坦拥有多种甲烷和乙烷湖以及碳气大气，这些都是硅基生命起源的良好条件。金星的表面非常炎热且承受高压力，但让金星成为硅基生命的候选者的是该行星上存在的硫酸云。理论上，硅生物可以在这些云中形成。令人惊讶的是，另一个可能形成于硅的生命的候选者是假想的碳行星。目前，科学家只知道一个这样的系外行星55猎户座 E， 距离地球40光年。这些行星可能形成于其母星较远的地方，这意味着它们的表面可能具有适合硅的溶剂，并且假设没有水。此外，碳行星可能充满像丁烷这样的重烃类物质，这些物质可能适合于硅和碳的化学键结合。硅碳化合物如碳化硅非常强大，这意味着它们的分解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能量，因此即便生命开始在碳行星上发展，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假设硅基生命确实存在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它呢？科幻作家们想象的生命形式类似于生命史，如《星际迷航》的作者，我们与深海岩石的硅生物有关。实际上，硅基生命并不一定看起来像这样，因为我们也没有被钻石覆盖，硅藻也与石头毫不相似。事实上，科学家们不知道硅基生命可能长什么样子。然而，他们认为硅基生命不太可能是化学复杂性甚至智能方面与我们相似，所以我们可能不会遇到像石头人一样的生命形式。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进步，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寻找哪些分子，所以寻找这种外星生命是困难的。对于人类来说，很难想象在与地球条件明显不同的环境下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唯一生命形式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太空任务都专注于寻找类似我们自己的结构。目前，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否存在主要由硅构成的生命，这是由于我们的科学限制所致。然而，宇宙是广阔而多样的，我们不能确定所有的外星生命都是基于碳的。这样的生命可能存在于数十亿个星系中。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